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说21世纪最大的话题是中国的崛起，我想没有几个人会不同意。虽然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种种问题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中国在世界各个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大。由于中国率先从疫情中复苏，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订单如同雪片一般的飞向国内，整体国家实力和财富正在飞速的增长。而目前全球霸主美国疫苗接种速度也在加快，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将会是疫情后 K 型复苏的一年。美国、欧洲等发达国家很有可能会在夏天完成多数人的疫苗接种，经济有可能会全面开放。但是欠发达的国家因为难以获得足够多的疫苗，现状将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。中美之间的相互博弈制裁早就不是新闻了，而疫情更是让这种博弈变得更加的紧张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小老百姓看重中美博弈也就是看个热闹，毕竟大家都无法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面。真正与我们切实相关的是，中国发展了，我们的钱袋子更鼓了吗？我们的财富增加更多了吗？同样的，美国人的财富又增加了多少？中美两国的财富差距目前有多大？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看中美两国财富的增长速度。世界银行估计，新冠疫情将会使全球 1.5 亿人的生活水平降到每天 1.9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，相当于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2人民币左右，还不够买一杯咖啡。而令人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，全球各国的亿万富翁却变得更为富有。瑞银和普华永道的一份报道显示，2020年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已经增至2189人，总财富增至 10.2 万亿美元。从总体上来看，中美财富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。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因为科技业和房地产的繁荣急剧攀升。瑞银信贷的数据显示，2000年中国成年人财富的中位数为2193美元，仅相当于美国的 4.8%。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 9.5 倍，达到20942美元，相当于美国成年人财富中位数的 31.8%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均负债有所增加，但2019年的人均负债仅相当于财富中位数的 21%， 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过度储蓄的习惯。而美国2019年的人均债务已经相当于其财富中位数的 95%， 较2000年的 76% 也明显提高。作为消费文化盛行的美国，美国人的债务快速增长，减缓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净财富的增长。这些数字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·迪顿的发现，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，不仅相对于美国的 1% 的最富的阶层，也远远赶不上中国工薪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年显示，中美在社会净财富方面的差距的缩小速度要快于 GDP 差距缩小的速度。2000年中国 GDP 的社会净财富水平约为美国的 12%， 到2018年中国的 GDP 达到 13.4 万亿美元，人均约1万美元，已经达到美国的 65%， 而社会净财富已经达到美国的 80%。 中国社会净财富与 GDP 比 6.6， 已经高于美国的 5.3。 那么这些社会净财富是掌握在哪些人的手里呢？中美两国国有民间资产的占比差距也相差比较大。截至2019年底，中国国有资产占社会净财富的 24.6%， 家庭部门占社会净财富的 77.4%。
美国家庭部门持有社会净财富的 111.7%， 超过100%的部分对应的是美国政府对外国债权人的净负债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国内14亿居民只占有了社会总财富的 77%， 而美国3亿居民却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 111%。 美国政府显然是给人民拖了后腿。瑞银信贷估算，截至2020年6月，全球家庭财富比2000年增长了3倍多。中国家庭的财富增长尤其快，占全球总财富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 3.2% 上升到2020年的 17.7%。 同期美国家庭财富的占比从 36.2% 下降到 29.4%， 欧洲的份额从 29.3% 下降到 25.2%。 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恶化，财富增长的好处并没有分享给更多低收入的人群。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。基尼系数最大为1，最小为0。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，表示收入分配越是趋于平等。国际惯例把 0.2 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， 0.2 到 0.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， 0.3 到 0.4 视为收入相对合理， 0.4 到 0.5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。当基尼系数达到 0.5 以上时，则表示收入悬殊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，基尼系数在 0.2 左右，到2008年基尼系数飙升至 0.491， 随后有所回落。截至2019年最新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.465， 按照国际标准仍然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。2021年2月，中国政府宣布，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，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 12.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。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，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。美国拜登政府最新提出的大规模基建提高企业及富人税计划，目的是让普通美国人，而不是只有精英阶层的财富快速增长的重要尝试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从古至今，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富有的人，也永远都会有贫穷的人。拥有财富的多少也绝对不能反映出一个人价值的多少，人是无法用财富衡量的。但是同时，拥有财富能够让一个人过上更好更体面的生活，能让人变得更有尊严。我们不能坐等财富从天而降，即使政府采用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的政策，假如真的有的话，那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发现，去努力，去争取。与其看到别人的财富感到满腔的愤怒，倒不如学习如何获得财富，这才是我们个人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